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父亲病重已至晚期，术前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：招娣，我已经带你应下了王叔叔的20万作为彩礼，那笔款项和家里的征地补偿费，我都已经转到你妹妹的户头上了。接下来所有的医疗费用，等我手术过后，你就去申请水滴筹来筹集吧。我愣了片刻，然后我嘴角挤出一丝笑容，轻声应道：好的，爸。离开病房，我默默走向医生办公室，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。在病危通知书上，我沉重而坚定地写下了放弃治疗几个字。郑天出生时，我拥有2颗稚嫩的门牙，然而父亲急不可耐，在我尚未满月之际，便擅自决定拔掉了我的牙齿。刚刚咿呀学语时，父亲竟不允许我叫他爸爸，而只能唤他叔叔。我3岁那年，母亲再度怀孕，这本该是家里的喜事，但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年代，若头胎是女孩，必须间隔4年才能生育2胎。村里传言，母亲这次怀的是个男孩。为了避人耳目，母亲选择了深居简出。那时，举报违规生育的奖励高达2000元，这让许多人蠢蠢欲动。母亲闭门不出，反倒成了村民们眼中的肥肉。每当我在路边玩耍时，总有人试图从我口中套话。父亲总是告诫我，不许与村里的孩子们玩耍，更不可与大人们交谈。他对我总是语气严厉，让我从小就对他心生畏惧。招娣，我这有块糖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妈妈的肚子是不是鼓起来了，这块糖就属于你了。来引诱我的，竟然是我的亲婶婶。村里人都羡慕她命好，一胎生下2个儿子，既增添了家族人丁，又不用缴纳超生费。婶婶心里清楚，我从未尝过糖果的滋味，在糖果的诱惑下，我背叛了母亲，泄露了她的秘密。当晚，计生队就上门将母亲带走了。那个夜晚，寒风刺骨，我蜷缩在床角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一群人带走。人群散去后，愤怒的父亲把我从床角拎出来，狠狠地扔到了院子外面。我的哭声和村里的狗吠声交织在一起，在夜空中回荡，说：你今天到底跟谁说话了？黑暗中，父亲瞪着我，目光凶狠，但婶婶的警告在我耳边回响。他说那块糖被施了法术，如果我说出是他给的，糖就会变成一条毒蛇，在我肚子里不停撕咬。我为了逃避肚子里长蛇的惩罚，只能默默忍受父亲的责打，而那个未出生的弟弟也因此永远地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在父亲的打骂中度过。10岁这年，我妈又有了身孕，我心中暗自期盼她能为我生个弟弟，或许这能改变我在家庭中的地位。那日，我正独自在河畔洗涤衣物，婶婶鬼鬼祟祟地跑了过来。她环顾四周后，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：招娣，天这么冷，你一个人在这儿洗衣服啊，真是可怜见的。你看你那2个堂弟，我们可从没让他们沾过一点家务活。嘿，你奶奶刚给你弟弟送了一大堆糖果，他们根本吃不完，你想不想尝尝？我冷冷地瞥了婶婶一眼，不要。婶婶讪讪地笑了2声，那还有果冻哟，你真不打算尝尝吗？我抬头看了婶婶一眼，前不久就因为向堂弟要了个果冻，婶婶竟跑到我家告状，说我抢弟弟的零食。父亲因此怒斥我不知羞耻，骂我是个贪吃鬼，那顿打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，现在会好心给我果冻？不要！我别过头去，
继续洗我的衣服。招娣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妈妈最近吃东西时总是恶心想吐啊？见我不加理睬，婶婶却不肯罢休，一把拽住了我。招娣，你妈要是再生个弟弟，到时候别说果冻了，就连饭都吃不饱了。你知道你爸为什么一直不让你叫他爸吗？他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他更喜欢弟弟哟。我气鼓鼓地抬起头，被冷风吹得通红的脸蛋上满是不服。才不是呢！再说了，他不要我，我妈还会要我。哼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看看你妈在家里的地位，跟我们一起吃饭时，她有上桌吃过饭吗？她喜欢你有个屁用啊！婶婶的话虽然刺耳，但对于我这个从未上桌吃过饭的孩子来说，这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。哼，那是因为我妈要忙着给你们炒菜，两家人一起吃饭，每次不是我妈一个人做菜。婶婶将一把果冻塞到我手中。好了，只是看到你可怜，果冻拿着，婶送给你吃。自此之后，婶婶经常会给我送些小零食。几个月之后，妈妈的肚子真的圆了起来。这天，婶婶又找我，招娣，我说的没错呢，你妈最近是不是都不理你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弟弟出来后，你会比现在更惨。婶婶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妈妈跟以前真不一样了。父亲打骂我，他也不帮我了。被婶婶这么一说，我突然不想要弟弟了。这几个月来，婶婶老给我送吃的，关键还没有要求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对她也变得亲近了些。我妈才不会不要我，我努力争辩，那只是现在，等你弟弟出来，他就真不要你了。不，我妈肚子里的不是弟弟，是妹妹。啪啪啪，妈妈突然出现，并把我打得头凉花眼，鼻血直流。10年了，这是我妈第一次打我，还边打边骂：丧门货，乌鸦嘴。婶婶一把将我护到身后，嫂子也真下得了手，童言无忌，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？闻哭而来的父亲指着我大骂：你个赔钱货，竟然敢惹你妈生气！要是你妈动了胎气，我打死你！婶婶连忙挡着要伸手打我的父亲。大哥，招娣只是说嫂子肚子里的是妹妹，嫂子自己就生气打孩子。什么？父亲一把推开婶婶，然后把我拎了起来。今晚跟猪睡。我直接被父亲扔进猪窝，婶婶却一溜烟跑了。发情的公猪被突如其来的我吓得嗷嗷直叫，并追着我咬。我不停地躲避，在猪屎猪尿中跌倒了无数次，全身沾满了猪屎。无论我怎么哭叫，父母就是充耳不闻。父亲还对着猪圈里面的我骂骂咧咧，身体弱小的我根本就斗不过几百斤的公猪。最终，我被公猪咬了一块腿肉。1个月后，我伤口还没有好，妈妈生了妹妹。听说父亲从医院回来，放学后我不敢回家，直接跑到村子的破庙里躲起来。天色慢慢黑了起来，破庙的老鼠更加猖狂，到处窜。我害怕极了，好想妈妈。可是妈妈因为产后流血过多，还在医院，奶奶不可能会找我。她每天都围着2个堂弟转，根本就不会知道我有没有回家能找我的，只有父亲。我对着庙里各路大神许了千万个愿，愿父亲快点来接我回家。又饿又怕，神仙又不显灵。突然，一只野猫窜出来，瞬间把我撞倒。受惊的猫用锋利的爪对着我狂抓，腿上正在结痂的伤口立即鲜血淋漓，我痛得尖叫起来。随后，一束手电的弱光很快射向我，见到人影，我哇哇的大声哭了起来。原来是招娣呀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借着微弱的光，我看到了布满皱纹的老爷爷，他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陋老人，也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异姓人。
他住在离破庙最近的泥破房里，见我只顾着哭，老爷爷便靠近我：“你的腿在流血，快去爷爷家，爷爷帮你止止血。”我猛然点头，哭着跟着老爷爷去他家。虽然老爷爷的家又脏又臭，但起码不会有可恶的小动物袭击我。很快，老爷爷给我找来了一团蜘蛛网，然后轻轻地敷在我流血的腿上。为了粘着腿止血，老爷爷不断地轻趴着蛛网。蜘蛛网很管用，贴上之后一会儿腿就不再流血，伤口也没有那么痛了。老爷爷见我不哭，伤口也不再流血，便说要送我回家。招娣，没事了，爷爷送你回家。不，我不要回家。与其回去被父亲打死，还不如在这蹲板凳。老爷爷搬了个小板凳，坐到了我的面前。是不是你叔叔又打你了？全村人都知道我叫父亲做叔叔，也知道他经常打我。刚收起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我妈生了个妹妹，都是因为我乌鸦嘴造成，所以我不敢回家，怕叔叔打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迷信？没事，爷爷送你回去，跟你叔叔评理去。我立即收起眼泪，他还敢去跟我那渣父亲评理？要不是因为他岁数大了，村里的人早就把他赶出村子。20年代了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很多，村子很多人都盖起了平顶楼。老爷爷又脏又臭，村子的人都嫌弃他污染环境。我不回家，爷爷你去睡觉吧，不用理我，我在这儿坐着就行，我不困。虽然老爷爷的房子破破烂烂的，时不时也会看到有老鼠出没，但他这儿有电灯，光线虽然微弱，但也不至于会给老鼠咬。你肯定饿了，爷爷先给你做点吃的吧。不，我不饿。当我的手本能地捂上肚子时，几声咕咕声音出卖了我。老爷爷不再说话，弯着老腰去给我弄吃的。很快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做了出来，快吃，这是爷爷过年领的面条，很好吃的哦。爷爷像哄自家孙子一样哄我吃面。年过去几个月了，而政府就发那么一点年货给五保户爷爷，他竟然还没有吃完，多半是舍不得吃。我连忙接过老爷爷的面条，饥饿让我顾不得那么多，大口大口吃面。老爷爷怕烫着我，拿着破扇子不断给我扇风。砰！就在我狼吞虎咽时，房门被暴力踢开，一扇门随即倒下，并重重地砸到了老爷爷的头上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快醒醒！父亲骂骂咧咧出现。此刻的我已经不知道他在骂什么，甚至于他不断踢我，一点痛觉也没有。因为我担心老爷爷，他给门板砸晕，头上全是血。叔叔，快送点老爷爷去卫生室。我抱不动老爷爷，只能转头求正在踢骂我的父亲，就知道这老不死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个扫把星，去找谁不好，偏偏找这老不死。我根本听不懂父亲的话，一心只想救老爷爷。叔叔，我向你叩头了，请你救救老爷爷好吗？父亲一手把我拎了起来。救什么救？一穷二白老鬼，你帮他交医药费啊，快跟我回去。不，本来就是你砸到人家，赔医药费也正常。如果你这样子，我会替爷爷告你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勇气，突然敢跟父亲说这样的话。啪啪啪，我吃了父亲3掌，虎牙给打掉2颗，就知道你是一个白眼狼。今晚老子就让你跟这个不要脸的老头子一起死。父亲说到做到，手下绝对不会留情。再说，我如果真死了，他便有机会生第3胎。我不断地躲避着像雨水般向我砸过来的棍棒。老荣，你这样子真会弄出人命的。父亲的粗暴惊动了村子的人，我全身被父亲打伤，到处流血。你们快点救老爷爷！见有人来，
我也顾不得痛，立即向来人求助。你们来的正好，这老不死骗小妮来他这儿，刚刚一直摸小妮大腿，要不是我早来，他还要睡小妮呢。不要救他，让他死！父亲拿着棍子指着老爷爷大骂：“不是这样的！”砰！我话才说一半，父亲的棒子又落到了我的身上。村子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这老头子也真是的，一个小女孩也不放过。是啊，都快70了，还做这么丢人的事。外姓人就是外姓人，我们早就应该赶走他了。婶婶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，就是刚刚他摸小妮大腿的样子，都不知有多恶心。原来是婶婶通报，婶婶一早就知道我在破庙。在婶婶的亲眼所见描述下，所有的人在骂老爷爷的同时，也在骂我，说我这么小就那么骚，长大也不是什么好姑娘。我被父亲扔到老爷爷旁边，丢人死了，让他们死一起算了。人到了极其悲愤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，所以我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，并指着父亲说：“陈志豪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要是这个爷爷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那你做鬼去！”父亲突然操起一把柴刀，向我砍过来。住手！村长来了，但见他一手把父亲的柴刀抢了下来，整间房都是血。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救人要紧，快点送他们去卫生室！村长发话，人们才纷纷合力把我和爷爷送到卫生室。遗憾的是，老爷爷送到卫生室时，医生说他脑出血严重，已经无生命体征。我趴在老爷爷身上，哭得死来活去。是我害了他老人家，如果不是我，老爷爷就不会死。他舍不得吃的面，给我煮了一大碗，结果还被当坏人活活砸死。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摸我大腿，而是在给我敷伤口。可恨的是，明明是我父亲杀的人，他却以老爷爷引诱小女孩子的名脱罪。自从老爷爷事件之后，我一夜之间长大，除了变得更加沉默外，也懂得了许多生存的道理。从此我变得百依百顺，再也不跟父亲顶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知道，想要有出头之日，必须好好读书，不断强大自己，要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自。放学回家，我包揽所有的家务，妈妈专职带妹妹，父亲早出晚归做泥水工。我学会了打理家里1亩3分地，养猪活狗，种瓜种豆。初中马上就毕业，班主任突然找我：“小妮，我们学校有3个名额保送上镇中重点班，你成绩一直在年级第1名。校长让我问问你要不要去镇中读书。”当然要去。在没有实施9年义务教育时，镇中可是重点初中。虽然现在分片就读，但师资就摆在那里，并且上的是重点班，各小学优异成绩的前3名才有资格保送上去。如果去镇中重点班，以后上个重点高中就容易多了。这么好的事，我想也没想，便答应了老师。当我兴冲冲把这事跟父亲说时，父亲板着脸：“一个丫头片子，读什么重点班，还得交伙食费。再说，去镇读初中要留宿，我们家田里的活谁干？妹妹已经2岁了，妈妈可以下地干一下活了。其实真没有很多活干，平时就施个肥，拔个草，就插秧和收割时忙点。现在都有农忙假。这些到时我可以做，那个伙食费我会省着用。这2年我学会了吞声忍气，从不提任何要求。这次为了去镇中，2年来我第1次跟父亲提要求，让我打理田地。陈招娣，这话亏你也说得出，还省着用。我们家现在的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你妹妹的奶粉钱都没有着落呢。母亲突然指着我，沉着脸大声指责我不懂事。
不懂替家里着想。呵呵，妹妹都2岁了好吗？我3个月就开始喝米汤，从来没有吃过奶粉呢。村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，连下个面也不会。我从10岁开始就用自己小小的手干着大人干的活，不把我当女儿，就当我是一个童工，赚点伙食费也不过分吧？妈，我已经答应老师了，我想争取一下，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。哎呀，你还私自答应老师，胆子也真大！我这就去找老师。父亲大怒，转头出门。我一手从后面抱着父亲，叔叔，求求你别去好吗？我真的想去镇中读，这样子我不要你们出伙食费了，我去打假期工赚伙食费。好，既然你能赚钱了，那妹妹以后的奶粉钱就靠你了。父亲狠狠把我推开，直接去找老师。最终，我不但失去了读镇中的机会，在假期里还被父亲通去工地去小工。关键是我辛苦2个月，父亲1分钱也没有给我。我在村初中熬了3年，依然是在学校努力读书，在家勤劳做家务。可喜的是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。当我又一次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拿回家时，父亲连看也不看一眼，他边抽着烟边跟我说：“你妹妹上幼儿园要很多钱用，然后呢？然后还用我说吗？你都15岁了，自然要帮家里解决一下经济问题。我年纪也大了，力气也没有之前大了，妹妹靠你养，我才比妹妹大10岁好吗？”当我的眼睛停留在父亲的脸上之时，的确，他瘦了许多，脸色蜡黄，但他的付出并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妈妈和妹妹。我为什么要有负罪感？那我自己解决自己的读书费用，别的事别指望我来硬气。女孩子家读那么书干嘛？你爸妈老了，还不是要靠我们家的2小子养老？婶婶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。自从老爷爷事件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跟婶婶说过话。这回一听到她说这样的话，怒火就冲了上来。我父母有女儿，为什么要你们家的养老？再说，就你们家2个混混，整天沉迷游戏，书也不爱读，谁养谁还不知道呢？哟，婶婶坏了你跟那个老家伙的好事，你还一直怀恨在心啊！其实你得多谢婶婶才是，要不是我，你的清白早就没有了。而且你怎么可以说弟弟是小混混？现在男孩子那个小玩游戏机，你家没有男孩子，眼红别人吧？放你个狗屁！我直接拿起扫把赶人。住手！没大没小的，她可是你亲婶婶，怎么可以跟她这么说话？而且婶根本就没有说错，当年不是她，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？一直以来，父亲对婶婶都是毕恭毕敬，仿佛真要他2儿子养老似的。真想不懂，大哥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个没良心的女儿？婶婶扁着嘴巴瞪我，你有良心就不会因为2000块举报我吗？你不就是想让我家没有弟弟吗？我现在已经不相信那糖会在肚子长蛇了。招娣，你说什么？我妈终于从房间走了出来。嫂子，她乱说的。做贼心虚的婶婶急得满面通红。弟妹，你没做亏心事，脸红什么？我妈妈死死盯着婶婶追问。怪不得当时你家能买起彩电，原来是用举报我的钱买的。弟妹，你也太阴毒了吧！母亲突然想起什么，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。哎呀，你红眼病发作了吧？我用娘家陪嫁的钱买彩电，还要通知你吗？你骗3岁小孩吧？你娘家有这个钱陪嫁，就不会因为少送了1只鸡过去而不让你上车了。你还我儿子！妈妈风一般扑向婶婶，扯着她的头发，2人瞬间扭成一团打了起来。欺负我妈是不是？
闻声而来的大堂弟把妈扯开，然后向我妈甩脸。我跑过去，一手把堂弟的手抓住，敢打我妈，我让你爬着回家。从小做苦力工的我，力大如牛，像他们这种只知道躺平玩游戏的渣渣，2个来都打不过我。伯父，救命啊！你养的疯狗东西咬人了！大堂弟被我扭得咕咕直叫，婶婶直接躺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看看你们一家是怎么欺负人的。也许是想起失去儿子的痛，母亲直接又抄起了一把铁铲，准备往婶身上砸。我立即过去把母亲手中的家伙抢下。打死人还不是把自己赔进去？如果你有骨气，就让我去读书。此刻的父亲却痴呆起来，站一边一动不动。往日打我的粗暴劲儿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们家一下子被人围了起来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根本不在意他们说什么，只要我妈愿意给我读书就行。奶奶从人群中挤了进来。哎呀，怎么欺负到自家人头上来了？阿莫，你娶了个没用的老婆就算了，还养出这么个不要脸的野丫头，自家弟弟也敢打。奶奶一把泪一把涕地指责父亲，如果他还把我们当自家人，10几年前就不会因为2000块举报我妈。他就是想我妈生不出儿子，然后等我们嫁出去了，霸我们家的田地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男女平等，别做梦。3年初中，我学了很多知识，再过1个月我就满16岁，算半个成人了。虽然我不喜欢我妈，但是谁欺负她，我还会还击。原来是自家人举报自家人，真的是祖坟冒烟啊！这才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这姑娘不得了，10岁勾老大爷，16岁就口出狂言，长大要做村霸。3姑6婆七嘴八舌说着我们家的种种不是，最后在村长的维护下，众人才散去。父亲就是家霸，众人在时，他一言不发；众人走后，他重重地关上了门。招娣，你搞破自己的家就好，还想让我们兄弟不和吗？我妈这次反应可快了，还没有等我回父亲的话，他就一下子插到了我父亲与我中间。这种兄弟，你还想维权吗？父亲脖子的筋又抱了起来。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即使不是弟媳举报，也会被人举报。你陈招娣以前打死也说不承认跟别人说过话，现在又说吃了婶婶的糖，撒谎的人还配读书？父亲扯着我的衣领吼叫，我妈从后面一下子把父亲拉开。你天天像打狗一样打他，他敢跟你说真话吗？再说那时他才3岁，正是喜欢吃糖的年纪，能怪他吗？好感动，我妈第一次护着我。以前不管父亲怎么打我，她从来也不帮，有时还合着父亲骂我：你给我闭嘴！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宝贝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，还像个皇后一般，屁事也不做。如果再管我，我连你也打。嫌弃我是不是？过不下去，我们就离。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。父亲听到妈妈说要离婚，便是勃然大怒，说：你是不是外面有男人？说着便对着我妈一拳打了过去。神经病！我边骂边从后面抱着父亲，妈妈才躲过父亲这一拳。也许是父亲真的老了，我都还没有出多少力，他就被拖得老远。一口血从父亲的嘴巴吐了出来。毕竟是夫妻，我妈慌了。招娣，你是不是伤到你叔叔了？没有，我知道自己的力度，就是拖他一下，估计是被我气吐血的。阿荣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吵的就要打起来。妈妈见父亲这情景，还是扶着他坐到椅子上。妹妹跑过来，一直抱着父亲，哭着叫爸爸。小娟，跟姐回房间。我不想理父亲，便借故带走妹妹。妹妹本来就娇气，
见我这么大声吼他，便哭得更厉害了。我一把将他抱起，吼道：“再哭，我揍你！”父亲听到我吼妹妹，想骂我，可现在的他这上去骂我的力气也没有。我抱着妹妹回房，受到惊吓的他再也不敢哭闹。父亲生病了，天天去卫生室打针，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。如果我真的到城里读书，沈一家肯定还会过来欺负我妈。但我不出去读书的话，那这辈子就完了。暑假，我决定跟同学的妈妈去广东做临时工，身份证也正好16岁，只要不是长期工，应该也不算童工。只要赚钱，父母不会阻止我出去，也从来不担心我会被坏人骗走。我吃苦耐劳，手脚麻利，白天工厂打螺丝、计件，我天天都是打得最多的那个。晚上去大排档帮人洗碗，一晚睡4、5小时。2个月下来，我竟然赚了8000块钱，除了自己吃用之外，还剩下7000。这钱足够我读1年书的费用。开学前一天，我回到家，刚进门就被父亲拦着：“招娣，先把钱给我。”父亲瘦得不成人样，如果他曾给我半点爱，我一定会很心疼。100，拿去买药。我把100块钱甩给父亲，去2个月广东才赚100。你骗鬼呀！父亲说完就开始抢我的行李包。走开！我一把推开父亲，再这样我100块都不给。我妈听闻我回来，便从房间里走出来：“招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要开学了吗？难道他们认为我不读书了？”妈，开学了，明天就要报到。这有300，你拿着买点自己喜欢吃的。妈妈因为我被抓去引掉了弟弟，身体一直不好。虽然她对我也不好，但毕竟还是生我的妈。看着好像营养不良的面容，我心里也难受。父亲经常不出去工作，家又没有什么积蓄。我知道他们很苦，但我不能因为这样而毁了自己。姐姐，有没有给我买好吃的？妹妹一脸天真围了过来：“给你。广东小零食多而不贵，虽然我平时不舍得买来吃，但还是妹妹买一袋。”陈招娣，给你妈300，就给我100。父亲一脸愤怒：“我不问你要钱上学都很好的了，还嫌弃我给少钱，不要就还回给我。你现在很难是不是？但这不是我的错。妹妹吃奶粉吃到3、4岁，满屋子都是玩具，衣服堆成山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家是富几代呢。我并不是眼红妹妹有与我有不同的待遇，只是觉得你们能赚到钱时，就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有一天干不了活的一天。”我一口气把堵在心口的话喷了出来。虐待我的事我还只字不提。你看，翅膀硬了就不把父母放心里了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也休想上学。父亲又开始对我打压，可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女儿。我不需要你同意。现在改革开放了，虽然我知道读大学要很多钱，但我有双手，能赚钱。再不行，现在银行能贷款读书，指望不上父母，我还可以靠自己。陈招娣，你要是敢上学，以后就永远也不要回这个家。谁稀罕？不回就不回。我一气之中跑回房间，一看房间全被妹妹占领。上次跟婶婶吵架之后，奶奶就分家，正套房带天井的平顶楼分给沈家。虽然那房子是父亲和叔叔2兄弟合着建的，但父亲出的钱比叔叔出的钱多很多。理由是他家有2儿子要养，以后儿子娶媳妇要用房子，2间旧偏房也是危房分给我们家。我在家时，妹妹黏父母，不肯跟我睡。2个月后，她竟然变了。我并不是不让她跟我一起睡，而是我的东西呢？陈小娟，你过来。
我对着正在津津有味吃着零食的妹妹喊：“吼什么吼？你想吓死妹妹？”父亲拿着扫把向我走过来：“陈志豪，今天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必还手。”父亲无视我的警告，直接用扫把对着我扫过来。扫把星，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还手！我愤怒抢过父亲手中的扫把，然后横柄向着把他推开。滚，小妮，你就让你叔叔，他最近身体不好。妈妈还是帮着扎父亲。妈，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了。当日我就离开了家，提前1天去学校。之后3年高中，我边读书边打杂工赚钱，经济接不上时就喝水，伤风感冒时就熬到自己好，就好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。苍天不负我，我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，并选择了医学系深造。到了大学就轻松多了，可以接各种家教，而我的英语学得特别好，外教在城里很吃香，1节课可以收数200到300块。大学第2年，我就有了自己小小的积蓄，而我的目标不只是4年大学出来就业，借着各种的留学升级，整整拼了10年。18岁上大学，28岁才出来，吃过的苦也都成了过去。可喜的是，我终于与广州一家3甲医院签下了合同。10年，我也成了农村人眼里的年龄剩女。哎，你不是我们村里的招娣吗？我有点吃惊，都有10来年不回村了，竟然还有人认得我。村长虽然不太敢肯定，但轮廓看上去差不多。对，你竟然还记得我，真是他。可是他应该也就60左右吧，怎么变得像个80、90岁的老爷爷似的？村长，您老远跑来这就医，病情很严重吗？小妮妹妹，这是我爸爸的病历。这才留意站在他村长旁边的黑小子，村长的大儿子，全村人管他叫黑哥，比我大一点点吧。我父亲把我造就了一个性格内向而孤僻的人，跟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什么交集，所以对他们印象都不深。细看病历，原来村长得了肺癌，情况还真的很严重，需要马上住院。我们医院不是说要住院就能住院，全国各地的人都涌过来，床位相当紧张。可村长这情况，如果能有手术机会，那5年生存率会大大提高。当年老爷爷的事，村长算了，救了我，要不然可能我也流血过多死了。所以我推荐他们先去附近找个旅店住下，我这边从内部帮他排号。也许是村长运气好，第2天就排上了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，村长的还没到晚期，癌细胞还没有扩散迹象，院方马上安排手术。由于得到及时的治疗，不到1个月，村长的指标基本上恢复，后续只需要化疗几次，5年生存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。村长也许知道我与家里关系，期间他对于我家里的事只字不提，只是我问他有没有医药费时，他说有。村里的田地和后山全被征收了，全村拆迁整改，旧屋地也分了很多钱，让我别担心他费用问题。他还说2个堂弟弟因为和社会的小混混一起打架，把人家打死了，2个都判了无期，奶奶活活被气死，婶婶因此也得了精神分裂症，这都是他们的报应。这么我说家也会分不少钱，不过我懒得问，反正我父亲不可能分钱给我。反正离开家时，父亲就说过了，离开就不要回去。可事实上，这种关系不是你说摆脱就能摆脱，你即使什么也不要，要来的终是要来。村长回村1个月后，妹妹带父亲出现在我的诊室，她受到皮包骨。我瞟了一眼父亲，哪儿不舒服？招娣，你真认不出我了吗？
我是你爸爸呀。爸爸，我有爸吗？真的太好笑了。是啊，我是你妹妹陈小娟。姐姐，你也认不出我了吗？妹妹，我抬眸瞟了一眼她，黄金大卷发，脸上涂着3尺粉脂，眉毛纹得像妖精，18姑娘一枝花，她就是催花魔鬼。看来真拿了不少钱，典型暴发户消费。外面还有很多病人在排队，快说哪儿不舒服吧？这是医院，不是认亲节日组。姐姐，这是爸爸在我们城里的病历。妹妹用她涂着各种图案的指甲手把病历递给我，我嫌弃地瞟了她一眼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是呼吸科，你这是肝病，你们出去换个肝胆外科号吧。对于看当地医院确诊父亲肝癌的报告，我的内心却异常平静，耐心指导他们正确就医。眼前的人仿佛只是我的一个普通病，而我也只是尽一个医生的职责去告知。招娣，有你这么对待爸爸的吗？父亲边说边咳，他已经没有了之前打我骂我的气势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即使到了求的我地步，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从他眼中收获半点爱之光源。家属，请把病人带走，不要浪费彼此时间，我要叫号了。姐姐，肝胆科的号都排到下个月了。城里医生说，爸爸如果能手术，就有机会活下，看在他是你父亲的份上，就帮他找找关系好吗？这不是菜市场，没什么关系可找，再不出去我叫保安了。父亲被我气得浑身发抖动。你这个白皮狼，我白养你。父亲晕倒了，然后被推到了院内急诊室。下班时，院长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。完了，被举报了吗？院长找我有事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小妮，刚刚急诊那边说有个重病人从你诊室晕倒送过去的，说是你亲父亲，是不是？我点了点头，算是默认。他已经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，你知道吗？院长，我刚刚一直在上班，所以这事并不知道。小妮，你父亲病情很不乐观，我这边帮你调了一下班，下午不用上班，去陪陪他吧。谢谢院长。我平静的连说个谢谢也没有带任何情绪。从院长办公室出来，我便直奔饭堂，饿死我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慢悠悠走回宿舍，但在路上被妹妹截住。姐姐，医生说爸爸马上要做手术，他想见你一面。我想了半秒，好，既然都惊动到院长，我便不能使硬性子了。虽然父亲这情况我清楚，继续治疗还可以多苟些时日，如果手术成功，说不定还能活个70、80岁。反正分了那么多钱，不用完也没有我的份。到了医院，我换上了消毒服，走进了父亲的病房。他躺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身体瘦弱，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对我怒吼打骂的强壮男人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竟然有了一丝莫名的情绪，但很快就被我压下去了。你来了，父亲的声音微弱而沙哑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小妮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是你爸爸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情。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是现在我只想你能陪陪我。我皱了皱眉，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。我恨了他这么多年，但是现在他这样躺在病床上，我却无法再恨下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。你想我怎么做？陪我说说话好吗？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祈求。我看着他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坐在床边，开始讲述我的生活，我的学习，我的工作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一些，
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他。他听着，偶尔插上一两句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。我不知道我们说了多久，但是我感觉到他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。他告诉我他以前的事情，他的童年，他的青春，还有他和母亲的相遇。我听着，心里竟然有了一丝的感动。最后，他累了，闭上了眼睛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竟然有了一丝的不舍。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但是在门口，我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。我心里明白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。我转身离开了病房，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，我每天都会去看他。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因为这次的病痛而变得柔和了许多。他不再对我怒吼打骂，而是温柔地和我说话，告诉我他的一些心愿。在他离世的那天晚上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微弱地说：“小妮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要好好的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化为一片寂静。我看着他平静的脸庞，心里竟然没有太多的悲伤。也许是因为他最后的温柔，让我释怀了许多事情。我握着他的手，直到他变得冰冷才松开。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后，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。在他的抽屉里，我发现了一封信，是写给我的。小妮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你妈妈，但是请相信我是一直爱着你们的。我以前的行为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和无知造成的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并且过得快乐。看着这封信，我的眼眶微微湿润了。也许他并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但是他最后的遗言却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真心。我把信折成纸飞机飞向窗外，看着它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，然后消失在远方。再见了，爸爸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。从此以后，我开始尝试去理解和原谅他过去的错误，开始去接受这个曾经给我带来过伤害，也给我带来过温暖的男人是我的父亲。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释怀，但是对于现在来说，我已经开始走在了这条路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